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？咱们这一代人，尤其是那些从小听话、成绩拔尖，在老师眼里是标兵的孩子，到了30多岁，反而成了社会上活得最憋屈、最焦虑的那一群。反观当年那些坐在教室最后一排、调皮捣蛋，甚至被老师断言这辈子没出息的家伙，很多现在反而在生意场、职场上混得风生水起，甚至成了你的领导。为什么？是老师看走眼了吗？还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？其实都不是，真相只有一个：我们从小接受的那套逻辑，和这个社会的真实底层逻辑，根本就是2套完全不兼容的操作系统。今天，我想跟各位聊聊那些老师没教过你的逻辑。这不是在否定老师这个职业，而是在帮你看清一个关于真相的维度。首先，咱们得聊聊老师这个群体。我并不是对老师有偏见，甚至我非常尊重教育工作者。但你必须承认一个客观事实，在咱们的社会生态里，老师其实是实践经验相对匮乏、生活圈子最闭塞的一个群体。你回想一下，大多数老师的人生轨迹是怎样的？读了10几年的书，从一个学校毕业，考个编制，又进了另一个学校。他们的一辈子几乎都是在围墙里度过的。那个围墙里的世界是什么样的？规则是透明的，人际关系是相对单纯的， KPI 是明确的，就是升学率或分数。在这个环境里，老师不需要去博弈，不需要去抢夺稀缺资源，更不需要在波谲云诡的商业战场上死里逃生。这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矛盾，一群这辈子几乎没下过大海的人，在岸上拼命地教你如何应对鲨鱼和风浪。他们教你的东西，绝大多数是来自于书本的2级甚至3级结论。这就好比一个从未拿过枪的人在跟你谈论战术，他能把理论讲得天花乱坠，但在真实的丛林里，他那一套标准答案可能会让你丢了性命。因为社会从来就没有标准答案。最可怕的还不是理论的匮乏，而是那种被深度植入的好学生逻辑。老师教你什么？教你听话，教你守规矩，教你天道酬勤。在学校那个封闭的真空系统里，这套逻辑确实奏效。你做对1道题就得2分，你多背1篇课文，考试就能提高排名。这叫线性增长，也叫绝对的按劳分配。但当你带着这套操作系统进入职场，进入社会，你会发现自己像个运行 Windows 95的旧电脑，根本跑不动现在的复杂软件。在职场里，你可能还是那个好学生，领导交办的任务，你哪怕通宵也要完成，从来不迟到早退，有苦自己吞，有委屈自己扛。你心里藏着一个幻想，只要我表现得足够优秀，老板就会像当年的老师一样，欣慰地走到你跟前，给你发奖状，给你升职加薪。结果呢？你发现那个平时不怎么干活，但特别会搞关系，会向上管理，甚至在关键时刻敢于掀桌子的人提拔了。你愤怒，你委屈，你觉得这世界不公平。但老大哥得告诉你，这就是社会的真实面目。社会的资源分配从来不是按劳分配，而是按筹码分配。什么是筹码？是你不可替代的技术，是你的社交关系网，是你掌握的稀缺信息，甚至是那种你不给我，我就让你也不好过的破坏力。如果你只知道低头干活，不敢提要求，不敢亮底牌，你在别人眼里不是一个优秀的员工，而是一个极低成本的工具人。社会不仅不会奖励你的老实，反而会变本加厉地剥削你，因为你表现出来的属性就是好用、便宜且没有风险。还有一个更致命的后遗症，是很多中年男性的硬伤，那就是对犯错和冲突的极度恐惧。在学校里，老师的红笔就是权威，你做错1道题要扣分，你顶嘴1次要叫家长。长期以往，你的潜意识里被植入了一种恐惧感，只要不符合权威的预期，
你就是失败的。这种心理到了社会上会演变成一种病。遇到一个极好的创业机会，你想了又想，非要等到各方面条件都100%成熟，甚至想找到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才敢动手。结果呢？那些敢于在混乱中开枪的人，早就把地盘占完了。在社交中，别人踩了你的底线，占了你的便宜，你却在那儿反复反思，是不是我沟通方式有问题？如果我翻脸了，大家多尴尬啊！你害怕冲突，害怕别人给你打差评，害怕那个虚幻的老师拿着红笔来批改你的人生。其实，这种心态是极度不自信的表现。你已经30多岁了，你的生活不需要任何人批改。你要知道，在现实世界里，犯错不是损失，而是学费；冲突不是麻烦，而是建立边界的最快方式。如果你在一个人面前表现得像个战战兢兢的学生，那么对方一定会不由自主地充当那个严厉甚至残忍的老师。这是人性。说这么多，不是为了让大家变得愤世嫉俗，而是为了帮大家卸载旧系统，重装一套适应真实社会的硬核内核。我有3点建议，希望你能听进去。第一，彻底开除你脑子里那个打分的老师，不要再等待任何人给你发奖状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绝对正确的选择，只有你能不能承担后果。你要明白，所有的成年人都在摸着石头过河，谁也没比谁高明多少。不要寻求许可，要寻求结果。第二，重新找回你的野性和攻击性。这里的攻击性不是让你去骂街打架，而是让你建立清晰的边界感。当利益分配不均时，你要敢于表达不满；当别人冒犯你时，你要有掀桌子的底气。记住，成年人的世界只敬畏2种人，一种是能给对方带来巨大利益的人，另一种是能让对方付出巨大代价的人。如果你想当个好人，请先长出你的獠牙。第三，允许自己不合群，允许自己变得自私。很多所谓的规矩，其实是强者制定出来约束弱者的。老师教你要大公无私，那是为了方便管理班级。但到了社会上，如果你不为自己的利益负责，没人会为你负责。在这个资源有限的世界里，博弈是常态，妥协是艺术，而一味的忍让则是愚蠢。各位，我知道，作为一个从小被教育要善良、要听话的中年男人，突然要改变这些观念，内心会有巨大的挣扎。但现实就是这么残酷。当我们走进这片丛林，我们就已经不再是那个坐在明亮教室里的学生了。这个社会从不欠一个好孩子任何东西，他只会对那些敢于争抢、敢于犯错、敢于打破规则的人报以微笑。别再在那个虚拟的考场里挣扎了，把那些已经过时的试卷撕掉，把那个只会打分的老师赶走。当你真正挺直腰板，用一种近乎野蛮的生命力去面对生活时，你会发现，那些你曾经恐惧的、担忧的、束缚你的东西，其实都脆弱的不堪一击。30岁之后的人生不再有满分，只有满意的自己。好了，我是高维认知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我们不做温室里的花朵，要做荒原上的野狼。咱们下期再见。